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，会把美国和其盟友的亚太军力吸引至乌克兰吗？中国是否会因此迎来统一契机？话不多说，来一起详细了解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近日东欧局势可谓是紧张到了极点，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在乌克兰问题上针对俄罗斯咄咄逼人，称俄罗斯正随时准备侵略乌克兰，其后更是污蔑造谣俄罗斯在俄乌边境组织了10多万大军枕戈待旦，同时对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进行外交攻击，逼得人家白俄罗斯外长不得不声称，如果北约再继续挑衅，那么白俄罗斯将部署来自俄罗斯的核武器。处于风暴中心的乌克兰则是听从美国的指令，处处针对俄罗斯，这令俄罗斯难以接受，哪怕是接到了俄罗斯重兵集结准备随时进攻的假消息后，乌克兰还是将全国 50% 的军队部署至俄乌边境，并且美国陆军也派出一个机械化战斗旅进驻乌克兰，空军更是派遣了40多架 F-15E 攻击鹰战斗机到俄罗斯对面罗马尼亚境内进行部署，使得复杂的局势更进一步紧张了起来。那么如果因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对俄罗斯擦枪走火，导致俄罗斯报复性的闪击乌克兰，那么美国的战略焦点是否会全面的向欧洲转移呢？亚太的美军会不会大部分调离？对于大陆解放台湾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契机呢？虎哥认为，如果因为乌克兰挑衅导致俄乌发生了冲突，美国军事介入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为0，包括法国和德国。而英国也给出了明确的表态，英国国防大臣更是直言不讳地称，因为乌克兰并不是北约的成员国，因此一旦双方发生冲突，北约的成员国是极不可能派兵掺和俄乌冲突的。唯一能做的严厉措施就是通过经济制裁警告俄罗斯。无独有偶，拜登也是同样的表态。在之前拜登与普京的视频会谈当中，虽然美俄双方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，但是拜登也不敢向普京表态威胁动武，后面只提及了所谓的经济制裁。因此结合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表态就可以看出，针对乌克兰，这些国家充其量就是送点军事装备，意思意思就得了。如果俄罗斯真要和乌克兰爆发冲突，这些国家才不会掺和呢。俄罗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在东欧部署的军力可是1等1的，而且还是有核国家，北约自然不会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打得头破血流。因此，哪怕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，充其量可能会吸引美国在欧洲部署驻军的吸引力，但是像美国在第1、2岛链部署的海空兵力可不会闻风而动，有什么大的动作。如果俄乌爆发冲突，美国只会分散有限战略注意力，对于大陆来说可能并不算什么统一契机。不过根据专家的分析，如果俄乌爆发冲突，虽然不是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，但是对中俄来说也算是一个契机，可以联手牵制美国。因为中俄的关系本就是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，我们可以趁俄乌关系紧张之际，在台海举行一些航母舰队或是2栖作战的演习，此举可谓是一举两得。在中国海域进行练兵的同时，还能策应俄罗斯的战略协作关系，相当于2线牵制美国，让美国难以首尾相顾。同时，这还在2个方面表达了明显的警告信号。一，警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挟洋自重的岛内的分裂势力，就是通过演习向他们表明，如果因为台独势力执意触碰大陆的红线，挑起两岸之间的冲突，台湾背后的靠山，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什么国家，谁也救不了台独势力。解放军最快将在几10个小时迅速解决战斗，并且彻底的解放台湾。2，看看美国兵力部署调动的这张底牌在什么压力下会出，看看美国军队是否做好了应对2线作战的准备，即最坏的打算，在东欧与俄罗斯作战，在亚洲与中国作战。虽然以目前美国的实力而言是不具备2线作战的能力的，但至少可以探探美国的底儿。
因此通过台海空军的绕台飞行和海军的大规模登陆演习，借此探查美国具体的反应。因此虎哥认为，虽然这不是解放台湾最好的时机，但是可以通过中俄直接的协助，分担美国的战略压力和牵制美国，而且还可以借此探探美国的底儿，真可谓是一举多得。